2007年，浙江卫视一档名叫《我爱记歌词》的综艺节目火了，主持人华少和朱丹借此跃升为浙江台的一哥一姐，随之而来的是高强度工作面前去与留的人生抉择。2011年，在朱丹因抑郁症辞职，跳槽到湖南卫视养老后，华少承受住了考验，踩着中国好声音再上一层楼。多年后，朱丹因屡次念错人名遭到群嘲，华少因高以翔事故逐渐消失。而在此之前，从巅峰跌落低谷的命运早已显露端倪。他们消失前都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说华少是高以翔猝死的背后帮凶？这里是咸鱼记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曾经的浙江台一哥华少。华少本名胡乔华，1981年3月16日出生于杭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父母离异后，他被判给了父亲。父亲忙着工作时，胡乔华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，为了解闷儿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或者盯着电视机看个不停。当时他迷上了一档叫做《国际大专辩论赛》的节目，还悄悄模仿辩论书《师承舌战》中的段落。高3那年，少年宫开设主持人培训班，胡乔华被选为浙江电台大手拉小手的小主持人。第一次录节目时，他从家里骑行15公里到电台，路上的1个多小时里，心潮澎湃，难以平静。登上舞台后，他生怕自己说错一个字，紧张的手脚冰凉，心跳加速。15分钟好像有5个小时那么长。录完后，前辈夸他有天赋，于是胡乔华下定决心，以后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持人。高考时，他如愿考上浙江广播电视大学，毕业后做了电台 DJ， 将孤男寡女中刘德华的绰号华少选作自己的艺名。不得不说，他很有天赋，从音乐栏目做到交通栏目，节目收听率曾达到全城第一，甚至打车时一张口就能被司机师傅认出来，坚决不收他的钱。后来他觉得台里给节目的预算不够，为了做得更好，华少自己跑去拉赞助。听说莫文蔚要来杭州，他游说广告商买下2000张 CD， 托关系借到一辆凯迪拉克接送莫文蔚，办了一场漂亮的活动，如愿得到一大笔赞助费。后来华少感慨，我刚来时电台1年的广告费不到1000万，现在可以做到1.4个亿。我们浙江人有一个特点，对所有挣钱的事情都有兴趣。当了7年电台主播，华少想要转型去台前，于是去正在招人的浙江卫视碰运气，当了临时工，参与一些外景录制。不料先是娱乐财富录到一半，因观众反映形象不好被撤，再是男生女生没录多久，因表情不够生动被导演叫停。超级女声正火那几年，浙江台趁势做了一档直播节目彩铃唱作先锋大赛，让华少和胡可主持。华少本想好好表现，可准备的几个段子硬是没机会说，他越来越慌，乱了节奏，记不清节目流程，蔫儿在一旁不说话。赞助商看到他的表现，当场换人。为了能留在浙江卫视，华少只能努力和导播、摄影师搞好关系。别的主持人录节目时，他也会去偷师学艺。2007年，浙江台推出节目《我爱记歌词》，女主持是朱丹，男主持不是华少。不过华少自认做了7年电台 DJ， 听过的曲目、记得的歌名是全电视台最多的，这个节目一定要抢过来。于是他作为没资格参会的临时工，厚着脸皮埋伏在会议室门口，一听说开会的消息，立马毛遂自荐。会议上他发言很积极，一首歌什么地方填歌词，什么地方体现唱功，他都很清楚。录制前，他还找夜店的朋友借带 LED 屏的场地，找老东家的电台做推广。人手不够的时候，华少又拉来王涛、海峰、张杰等一帮搞音乐的老朋友，他们都不要出场费，跟华少说我们帮你顶着。这下算是解了节目组的燃眉之急。在华少的努力下，台里终于决定将男主持换成他。得偿所愿的华少开始暗自许愿，希望这档节目能改变他在台里的地位。他的许愿灵验了，由于不设任何参赛条件，只要记对歌词就能夺冠。我爱记歌词吸引了很多普通观众的喜爱，从原计划每期90分钟延长到挤掉了浙江台晚间新闻和晚间剧场的时间，从只打算做7期到改成周播节目，一半就是好几年。
还在全国刮起一阵记歌词节目的热潮。与此同时，华少和朱丹配合默契，舞台事故出现率几乎为零，台里开始称呼二人为一哥和一姐。那时浙江台在飞速发展，而华少成了不能倒下的台柱子。为了节目效果，华少也越来越敬业。有一次他在节目中配合变魔术，需要在双手被绑的情况下进入一个灌满水且不足1立方米的玻璃柜，工作人员把盖子合上，再从水中挣脱绳索。这个魔术的秘诀是控制好水量，让参与者在观众看不到的时候伸出头呼吸。不料正式演出时，水放多了，没有留出呼吸的空间。第一个10秒过去，华少拼命打手势让我出去，魔术师却以为他在表演。第二个10秒过去，华少已经脑袋一片空白，助理魔术师才看出异样，众人连忙打开柜子，卸下机关，把他放了出来。除了这种惊险的意外，华少的日常工作量也是超负荷的，这导致他身体越来越差，牙疼、发烧是家常便饭。不仅如此，商业应酬中的酒后催吐也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，有一回甚至肺部2根血管破裂，吐了500cc 的血。2011年，朱丹宣布退出《我爱记歌词》栏目，不久便跳槽到湖南卫视，华少却选择了留下主持《中国好声音》。面对新节目，华少并不开心，主持人有大把的时间在后台，少了朱丹这个老搭档的陪伴，他不免感到落寞。《中国好声音》播出后，收视率创下新高，导师和学员充满话题度，唯有华少遭受批评。很多人认为这个节目根本不需要他，恰好此时节目组希望主持人念广告的速度更快一些，这样省下了时间可以接更多广告。于是华少惊人般的做到把2分半时间的广告词在1分钟内讲完。有人计算他用47秒口播350字广告，平均1秒吐字7.44个。那期节目播出后，很多人惊叹华少的语速争相模仿，他名气大涨，有了中国好舌头的外号。此后华少参加任何活动都会被安排念广告的环节，也不要求大家听清，就是图个乐。甚至有一次华少不小心把广告词念错了，台下依旧掌声雷动，一个劲儿地喊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中国好声音打破了浙江台的收视纪录，让浙江卫视从全国收视榜第5名升到第3名。节目组乘胜追击，全国12个城市举办巡回演唱会，赚了不少钱。节目第1季结束后，华少成了全国最火的主持人。接受采访时，主持人田哥问他：“你觉得主持人和艺人有没有区别？”华少说：“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，我为制作人负责，为投资方负责，为买了我节目的电视台负责。”走向舞台，华少用那几年赚的钱买了几套房，穿名牌，戴名表，还主持了一档新节目《大牌驾到》。有次采访唐嫣，他不停追问对方收入、房产地址、车的品牌，被很多观众质疑没有专业素养。后来采访张家辉，华少又说起房子的事，羡慕张家辉1992年就买了房。助理说：“您不也3、4套房了？”华少回答：“那是最近的事情，人家1992年就买了。”说着，他露出腕上的名表。张家辉对他的炫富行为露出不悦的表情。接着华少又问张家辉择婿的条件，句句不离钱。在张家辉已经很生气的时候，他又问：“没钱和鬼，你更怕哪一个？”据说你很怕鬼。张家辉让他自己想。华少说：“我的教授科学家朋友会给出科学的解释。”张家辉打断他：“哇，看来你不只是土豪，你还有教授朋友呀。”大牌驾到就在骂声中收获了不错的收视率。华少又推出一档明星夫妻户外生存真人秀《出发吧爱情》，这次他不仅主持，还身兼制片和导演。他认为《我爱记歌词》模仿了《我爱小蜜蜂》，《中国好声音》引进自美国之声，这次必须有创新。为了设计节目环节，华少费尽心思，甚至连续5天里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。最终为了吸引观众，他决定让明星夫妻做一些极限挑战，比如高空跳伞、荒岛求生等等。有一集，嘉宾在一座岛屿上录制节目，结果大雨将整座岛淹到水面上只剩20公分。华少和搜救队赶紧来救人，途中还有2个场务掉到了湖里。事后华少感慨，真的很可怕，也真的很过瘾。
别人问你怎么敢对嘉宾们下手这么狠，他说请得动就虐得起，要骂我的直接来就对了。后来李明顺和范文芳高空跳伞，节目组计算有误，加上天气因素，将落地从原定的沙滩变成了大海。直到吴京大喊着危险跑向海边，华少才注意到他们的遭遇，让搜救队行动。结果是范文芳被降落伞盖住，差点窒息。李明顺在救妻过程中划伤脸部，伤口就紧挨着眼睛。有观众说，要不是吴京在，就得闹出人命。可华少并未在意。2019年，他录制了一档新节目《追我吧》，打出挑战游戏加瞬间死亡的口号，比出发吧爱情更具挑战性。录制过程中，范丞丞爬高楼爬了一小半，便连声说不行了，真不行。钟楚曦录了2期选择退出，直言心脏真的受不了，我连续3天吃速效救心丸。连拳王邹市明这样的专业运动员也觉得节目游戏很困难，在挑战中腿抽筋，掉进海洋球池，动弹不得，反复喊我的腿没有知觉了，可等了很久才见救护人员赶来。同年11月27日，高以翔深夜录制追我吧，队伍处于落后位置，但高以翔在一路狂奔后突然开始减速，并有气无力地说着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同行的黄景瑜反应了过来，大喊还拍，救命呀！现场华少出面安抚粉丝的情绪，说高以翔恢复了意识，让大家不要担心。然而高以翔还是没有救过来。浙江台表示1点30分出事，人马上就被送进了医院，可现场的粉丝说入院前耽搁了近半小时，有自称是护士的粉丝试图施救，却被保安婉拒。愤怒不平的民众控诉浙江卫视撒谎的同时，将矛头指向了华少，认为是他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。随后华少从浙江卫视离职的消息传出，他出面辟谣，但收到的却是一件件恐吓快递。台柱子慌了，浙江台也被骂惨了。有人提起释小龙的助理在中国星跳跃现场泳池溺亡，白百合王牌对王牌录制时摔断腿，李晨跑男录制时被学士帽砍中，额头缝针。一向敢说敢做的金星也公开斥责浙江卫视很乱，制作平台、制作手段都很低劣。这个风口浪尖上，华少只得减少主持工作，转向直播电商。他的精神头依旧不减，别人坐着播，他全程站着播，好似还是个主持人。他还立誓要超越薇娅、李佳琦，坐上直播带货界的头把交椅。为此，他不惜迎合骂他的观众，用黑称号肥仔命名自己的直播间。而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做主持了，他则避重就轻地说，红的节目不需要主持人，做直播电商才是站在风口上。不久后，他的老搭档朱丹也加入了直播带货的大潮，请华少来他的直播间。那时距离《我爱记歌词》开播已经过去了13年，直播间里的观众们感慨着回忆起他们当年搭档的黄金时期。2007年，华少还没大火，《我爱记歌词》播出后，他们第一次跨省到天津宣传。坐着廉价飞机到达天津时，已经是凌晨2点半，随便找了家快捷酒店，正对着某家医院的停尸间。第二天坐着出租车去现场做活动，一下车，粉丝瞬间涌来。华少说，火原来就是哗的一下子冲你涌过来的人群。原来火真的有一股硫磺的味道，真的刺激。活动结束后，他们等到粉丝离开，在停尸间附近的小火锅店喝得大醉。华少唱起了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说不求财富丰厚，只想做一个好主持人，做一些有性格的节目。10几年后，他成了隐形富豪，淡出主持界。高以翔头七那天，有人看到华少穿着黑衣出现在那晚的事故现场，独自站了很长时间，只是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这里是咸鱼记，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